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康卡斯特黑屏 Bally Sports 旗下15个区域体育频道与经销商 Diamond Sports Group 的合同纠纷升级，此举影响了12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在9个州的比赛。让我们关注亚股走高，日元上涨，为美国就业数据做准备。美股期货上涨，支撑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。美元走弱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。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将为美联储政策提供方向。接下来这条，台湾的地震预警应用程式因地震后余震不断而人气激增。这些应用程式由私人开发，提供自定义预警，允许用户设置震动阈值。应用程式利用传感器追踪地震波，为人口稠密的地区提供长达30秒的预警时间，可能成为救命工具。政府正在考虑降低官方预警门槛，并鼓励开发创新工具以进行灾害应对。让我们关注受苹果公司创纪录的110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提振，亚洲股市周五上涨，而日元对美元进一步远离近期34年低点，结束了东京当局疑似干预的动荡一周。下一条，地缘政治风险缓解和燃油市场疲软，导致石油本周大幅下跌超过 6%， 至每桶84美元以下。接下来，美国破产贷款机构 SVB Financial Group 被 Pine Grove Capital Partners 关联实体收购其投资平台业务 SVB Capital， 交易金额未公开，需获得破产法院批准。让我们关注对冲基金正增持港股，反映出其对中国股市的看涨情绪。这种转变是由于香港股市的复苏，政府出台经济支持措施，以及对冲基金对美国和日本市场变得更加谨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俄罗斯国防部称，其防空部队摧毁了乌克兰夜间发射的6架无人机，5架无人机被击落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，1架在克里米亚半岛被击落。接下来，法国兴业银行第一季度净收入好于预期，下降 22%， 原因是股票衍生品销售利润抵消了零售银行和固定收益交易的疲软。接下来，法国兴业银行受股票交易提振，超过利润预期，股票收入增长 3%， 债券和外汇交易下滑 17%。 首席执行官 Krupa 正在推进精简银行和削减成本的计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台湾 ETF 受益于 AI 热潮，资金涌入，引起分析师和监管机构的谨慎，因该领域的涨势已变得喜怒无常且波动。ETF 的资金流入改变了2万亿美元市场的所有权结构，而该市场处于地缘政治热点。接下来这条，欧洲债券收益率下跌，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可能会降息，缓解了美联储加息的担忧。德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下跌 2.5 个基点至 2.53%， 本周将下降5个基点。意大利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下降3个基点至 3.84%， 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利差收窄1个基点至131个基点。下一条，受政策干预和言论提振，亚洲货币有望创下近2个月来的最佳表现。请看下面这条，苹果公司宣布斥资1100亿美元进行回购，创下美国最大回购记录。该公司发布的季度财报超出预期，预计本季度收入将恢复增长。在创纪录的回购消息和季度收益报告的双重提振下，苹果股价盘后上涨 7.9%， 市值增加超过1900亿美元。让我们关注，预计美国就业报告公布后，股市将出现大幅波动。市场认为该报告将提供更多有关美联储今年降息幅度的信息。报告发布后，标普500指数预计将双向波动 1.2%。 接下来这条，苹果公司公布第一季度营收优于预期，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 iPhone 收入逆势增长。尽管第三方数据显示 iPhone 在中国市场快速失守，但苹果 CEO 库克仍表达了对该市场的长期乐观。分析师推测，苹果和分析师在计算方式上的差异，可能是导致差异的原因。让我们关注，葛伦科正考虑收购英美资源集团，这可能会引发对这家已有107年历史的矿业公司的竞购战。葛伦科尚未联系英美资源集团，讨论处于内部和初步阶段，可能不会提出收购邀约。最后一条，
黄金持续第2周下跌，因担忧美联储可能因持续的通胀风险而推迟降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